大家好，今天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，有一阵子，其实现在应该也是蛮多人装啊，就是所谓的接地线。一般来说，应该就是说负极线，像我车也有接，但是很多人都会强调说接的位置跟接完以后多好有多好，但是也有人说，就刚接的前几天有感觉，后来就麻痹了。那到底负极接地线有什么用处呢？基本上，车子的电就两个来源嘛，一个就是电瓶，然后一个就是车上的发电机，那一颗。有啊，这边有一条接地线，基本上为了应该是成本考量啦，所以说从发电机那边出来的电只有一条，另外一条是直接接车身，所以就变成说，你仔细看电瓶这条红头，这红色的都是正电。你会仔细看，正电会有分很多条，然后进保险丝啊，然后进到线组啊，到处都是。但是负极就很妙，负极这是头嘛，它就这样子，一条连到车身就都没了，有没有？就连到车身就都没了。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，用电的产品都需要正电跟负电嘛，才导致那个电源的一个供应。那为什么它会设计成这样子呢？就是应该是说成本考量啦。它因为车身本来就是一个铁壳，然后铁它会导电，然后因为正负它如果相碰触的话会有危险，所以变成说它的负电就直接透过车身传导到所有的用电产品上，然后正电就用专门的线拉进来，拉到保险丝盒，拉到电瓶，然后电瓶就是的负极就跟车身做连接，这就是一个回路。那为什么要装接地线？就是负极增加负极的接点这种电线呢？你要去想哦，引擎它并不是直接的跟车身做接触，因为引擎角它要有避震效果，所以多半就是橡胶类的东西。那橡胶就是绝缘。刚刚讲到引擎透过引擎角，所以引擎主体基本上来讲，它并不是跟车身有连结。所以说原厂都会附它的那个负极线。我找一下跑哪去了？算了，我记得喜美的是在这边，喜美的就在这边很近。所以说原厂只有设计一条很细的啊，在这边看到了，在这边有没有？这一条就是原厂设计的负极线。但是引擎它内部零件在运作摩擦的时候，它或多或少它本身就会产生一些静电，或者说它一些电器用品它需要用到负电。因为你比如说电在跑的时候，如果阻抗过大，就像我那台进站我 po 了几个影片，就是为了抓那个热车后它不定时的会怠速的时候会产生好像快熄火，但是或怠速不稳的状况，结果弄到最后就是电盘出来的那个3pin的那个接头那边有问题，所以我的进站到现在快1个月了吧，都没有问题了，所以才想到说今天介绍一下那个接地线的问题。然后像一般来说像引擎好了，其实引擎它每个部件结合的地方，它也有的不是金属跟金属，
它气缸床垫是金属的多半，然后很多地方其实它都有金属连接，只是变成说它的接点不是那么的多。然后再加上车身，刚刚有讲到，原厂是把负电直接牵引到车身上面去。然后像车身，你看它的接缝处有的有打胶，然后它也是会有焊点，那个像这种的焊点。然后其他的就是有点就是悬空，有空气在。其实车身的负电它很不稳定，因为它车身这么大，然后每块部件又不是很密合的连接在一起，所以然后一些接点啊干嘛都有生锈，会有点类似阻抗过高啊，所以有人就开始另外接电线给他。像我的车也接了蛮多条啊，这边一条红的，这一条是接变速箱本体，然后这一条是接气缸本体，就是引擎本体啊，应该要算是引擎本体。还有那边有一条，那个是以前很久以前的产品，那一条是接节气门，因为空气在跑的时候它也会摩擦。基本上来讲就是尽量每个单独的部件另外的拉一条。像我的发电机上我也拉了一条出去，它可以车身。然后还有哪里？还有这一条就是刚刚那一条。所以说其实拉接地线是真的有效果，不管是感觉上或者说原理上一定有它的效果存在，只是变成说你接的点你该怎么接。我看过接过20几个点的也有，我是建议尽量以单部件为主啦。你看哦，其实像车内很多仪表用电的东西，它多半都在挡火墙这边，所以如果要接的话，我建议挡火墙这一面，因为这一面是一整面，但是它有分上下部啊，所以说如果要接的话，我的建议是挡火墙整面做一个点，因为如果你没有拆到仪表下面的线路的话，你会知道它很多的负电都是直接吃挡火墙上，以单部件为主去做一个布局会比较好。像节气门有会活动的东西，单部件或者说会活动的东西都可以视作为一个接点，会不错。像节气门因为里面的蝴蝶阀会动，空气会流动，然后引擎本体活塞啊、曲轴啊那些东西都会运作，这边也可以作为本体。然后我这边还有一条小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这一条就是考尔，给考尔他们用的考尔，然后引擎本体一条，然后变速箱本体一条，发电机本体一条，我大概就接。其实我是觉得不用太多条啦，因为它的原理就是尽量让每个地方的负电能够阻抗小一点，然后供应稳定一点，你很多车上的零件就会比较稳定。就像我刚刚说进站那个黑菇的问题一样，我就是把那3项电重新清洁啊，一些大电的接头重新清洁，尽量让它的那个阻抗变小，真的效果好很多。我进站到现在都没有黑菇了。然后大致就是这样子了。所以说接地线是很值得投资的东西啦。然后其实接地线也不用说太去迷信说什么品牌啊干嘛，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，去买一些
去音响材料行，可能那个线都太贵了，或者说我这样讲好了啦，就是建议尽量去找线线怎么讲？它的里面的线细，但是多，这样讲懂意思吗？因为我们要的只是它传输的速度，它没有一个大电流。如果你要大电流的话，可能就是要像电缆那样子，里面每一条都很粗，那个是给大电流用的，因为那个很硬，我们也不好施工。像原厂的这个线就很粗，然后这边硬，那它就短短一节。它因为电线久了都会有阻抗，然后像如果要玩电线这类的东西的话，像老车，其实真的如果老车你觉得你有时候可能打方向灯啊，你会看码表会在抖一下，那个有的都是那个第一电瓶可能电量不太足，发电机的发电量不太足都有可能。然后我要讲的就是还有一种玩法，就是把它的正电，把发电机的正电改更好的电，然后但是这个风险很高，因为你施工上你要做好很好的防护，因为整台车都是负极，你如果一不小心一压缩到，可能就会火烧车，但是那一条效果最好。那我们都是讲火龙线啦，国外讲是讲 B3 大三线，大三线就是发电机嘛，然后2条大电，这一条是最稳，效果最好最明显，但是也是风险最高，所以如果真的要接那一条的话，可能各位稍微量力而为一下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慎选店家，请他们帮你施工。要不然其实接地线要接很多地方都可以接啊，节气门嘛，然后电气气管，其实车底下的排气管也要接一条，芭蕉也有在接，芭蕉要接那个网状的，因为引擎会动，比较不会震动久了把那个电线扯断。好啦，然后那个车身的负极原理跟补强的建议就到这边啦。OK， 谢谢各位，拜拜。